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。嘿嘿，你们也都看到了这个画面了。面具人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启动 Axie 的系列节目了。我会用这个节目来教大家，只需要在家动动手指打打游戏，就能赚取不亚于上班工作的收益。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我会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给大家做相关的教学和直播，与大家一起成长，赚更多的钱。今天的节目呢，作为系列的开端，我会简单的给大家做3个方面的介绍。第一呢，我会演示一下这个 Axie 的玩法，告诉大家它究竟是怎么赚钱的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 Axie 世界当中的种族相生相克的关系。因为你们想要保持自己高的胜率，打更多的 SLP 赚更多的钱，你们就必须要了解种族之间的相生相克。第三呢，就是面具人相信大家看完了前2点以后，肯定就会心痒痒按耐不住，基于想要挑选自己喜欢的宠物，跃跃欲试，让宠物帮自己对战，赚取 SLP 赚钱是吧？那今天节目最后呀，面具人就会教大家如何挑选强的 Axie， 因为只有强的 Axie 才能帮你赚到更多的钱。Axie 的强度是直接影响你们赚钱的效率的。那么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非常亮眼的药水瓶，这个就是 SLP 的 logo。我们来看一下面具人现在有多少个 SLP。 我现在是1380个，实际上呢，面具人早就打了1-2万个 SLP 了，其他的 SLP 我都已经提现了，要么卖钱，要么用来孵蛋。这个 SLP 1000多个呢，是我最近的3-4天才打出来的。那么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知道1380个 SLP 是什么概念不？来，面具人给大家算一笔账啊。先把计算器打开，然后嘞，我们看一下 SLP 现在的价位啊。现在的价位是 0.1291， 我们就按照 0.13 算啊。来， 0.13 美金乘以1380个 SLP， 再乘以人民币的汇率是 6.4， 这是多少人民币呢？1148人民币。面具人只用了不到4天时间啊，玩这个 SLP， 玩 Axie 对战就赚取了1148人民币，折合下来平均啊，一天能赚取300块钱人民币。厉害不厉害？如果说啊 SLP 涨价了以后，那么面具人赚的钱就更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说了这么多，现在肯定有观众朋友们会心痒痒，会心里想，好，说了这么多，肯定有观众朋友们心里面非常的痒痒，心里面会在想，你面具人赚了这么多的 SLP 究竟是怎么赚到的呢？好，面具人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是怎么赚取 SLP 的，当然是通过宠物对战啦。来，先给大家表演一局表演赛啊，让大家看看面具人我是怎么赢对面的，怎么虐对面赚 SLP 的。来，开始啊，输了不要怪我啊，输了那就是对面太强了，不是我太弱了。先给大家看一下阵容啊，对面呢标准坦克，绿色的就是植物类的标准坦克，以及2个海洋类的鱼类的输出。别急，一会儿种族的介绍我会在接下来的一个环节给你们详细的讲的。我开局的手牌只有6张，每个人开局都是6张手牌啊。我开局的手牌不是很好，我决定先等一局，让他打我。OK，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游戏呢，开局双方都是拿6张手牌，手牌是3只 Axie 共享的，然后呢，每轮会增加2点能量，就是这个跟龙珠一样的东西。开局呢是3个能量啊。我的坦克又没有抽到好牌，很难呀，我好难呀，试一下能打死吗？来吧！我要把他的坦克秒了。
他可能也把我的坦克秒了。OK， 他的坦克已经进入春哥状态了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春哥状态就是你把他打死了以后，他还会坚挺2个回合。如果说队友有行动的话，或者你先打他的话，会把他的春哥状态给破解掉，然后他就会成为这种灵魂状态，就彻底死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对面的鱼很猛啊，来吧 ，Come on， 思密达。他想要爆发秒我啊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你要爆发秒我可以呀。OK 呀，没问题呀。来吧，大家看到这个盾牌一样的东西了没有？这就是你的护甲啊。对方要是攻击你的时候，他要先把你的护甲打没掉，你才会掉血。来吧，再见。那我已经赢定了，他只剩最后一只输出了。这个鱼人啊，单挑很弱的。那我这只白色包子啊，我给它取名叫做 Trump，Red Trump， 因为他的这个发型非常的像川普总统，而且是红色的，所以叫他 Red Trump。了结他吧。再见了，再别康桥。先让我的蜥蜴动手吧，稳妥一点啊。让我的 Trump 动手。他只要不暴击我就死不了。来吧。看像这种情况啊，面具人我就建议大家啊，把前面的副坦卖掉，副坦克卖掉。因为如果说你在这个回合啊输出不够的话，他的鱼打死了你的副坦克，而你的这个第3只输出没有秒掉他的话，这个鱼是会加速的，他下个回合很有可能比你先出手，反手就秒掉你的输出。所以呢，这个回合我建议先把坦克卖掉，因为你的坦克也没血了啊，你不一定扛得住他下2次攻击。我就把它卖掉，我先出招，这样就可以了结掉他。赢了，他的加速已经过期了。那我的这个 Xe 粉色的 Xe 是鸟系的，它是鱼系的。这个游戏当中啊，鸟系的速度是最快的，下来才是鱼系啊，海洋系。那我的速度比他快，我肯定是先出手，那我肯定是秒他的，那我肯定赢了，随便出2个。拜拜，Victory！ 敌军还有30秒抵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现在是1640的分段，那么在这个分段呢，打赢1局的话，差不多能赚9到10个 SLP。来看一下这局给我多少 SLP 啊？哇，9个！各位观众，你们知道9个 SLP 是什么概念不？来，给大家再算一笔账吧。咱们就按照 0.13 乘以个9，这是1块1毛7美金，再乘以 6.4， 7块4毛8，咱们就按照8块钱算。观众朋友们，我刚才打这一局 Xe 的对战用了多长时间？差不多2分钟吧。2分钟赚7块钱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而且呀，这个游戏本身也就挺好玩的。你们还没算那个 SLP 涨价了以后，你这个赚的钱就更多了呀。之前有一段时间 Xe 的这个 SLP 都已经涨价涨到了0.20美金了，那就相当于又翻了1倍的收入呀，这是非常可观的。你说你卖煎饼果子跑出租车起步价
也就是7、8块钱，对吧？你卖一个煎饼果子才卖3块钱、4块钱，对吧？我只需要打赢一局游戏，我就赚7、8块钱。而且平时蹲坑呀、等车呀，甚至上班偷懒的时候，甚至面具人会给你们教一些坏的啊，但是你们不要去学啊。有些学生呢，大学生在宿舍甚至在课堂上面都可以撸2局，顺便赚点零花钱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咱们的对战演示部分就先到这里。接下来呢，面具人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Xe 当中的种族相生相克的关系，因为我相信刚才很多观众朋友们看不明白啊。你看这个 Xe， 我有白色的，有粉色的，还有绿色的，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色和不一样的功能呢？这肯定是很多观众们想要了解的。行，咱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。面具人其实有非常多的 Xe， 我差不多150只了吧？各种颜色、各种样子的都有，强的、弱的都有。那我现在给你们讲一下 Xe 当中的种族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Xe 的课程指南。Xe 呢，共有9个已经发布到游戏的职业，其中3个是没有自己的身体部位的，或者是特殊卡的。那么什么是身体部位和特殊卡面具人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 Xe 的身体部位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随便找一只吧，我找我的给你们看吧。这些都是我的 Xe 啊，这个有些是我正在孵的蛋，还没孵出来呢。大家来看这一只吧。看身体部位是决定一个 Xe 的属性和它的技能的。Xe 分为6个器官，其中4个器官是决定它的技能的，2个器官呢是决定它的一些属性的，不决定它的技能眼睛和耳朵不会决定技能，但是会决定它的属性，比如攻击力、速度和血量。那么剩下的背部、嘴巴、尾巴和头部都是决定它的技能的。背部是一个技能，嘴巴是一个技能，然后头部是一个技能，尾巴是一个技能，4个技能组成一只 Xe。 那么这个技能呢，它互相之间的搭配呢也是千变万化的，而且造就的每一只 Xe 的造型也不一样。你们可以看到每一只 Xe 长得都不一样，因为它的这个器官呀、眼睛呀、嘴巴呀、尾巴呀、背部呀都会不一样甚至有的长得会比较搞笑一点。你看我这2只非常的可爱当然了可爱之余呢，还要考虑它的器官技能的搭配，因为这个是决定它强度的基础。游戏当中呢，一共有这个9个职业，分别为水族，就是鱼类、海洋类、兽族和鸟类。水族和鸟类就是刚才和我决斗到最后的那只蓝色和粉色的小 Xe 还有虫族、黎明、黄昏、机甲、植物和爬虫类。每一个种族它们的主颜色都不一样兽族是黄色，坦克类的一般来说都是植物类，比较耐打的植物类都是绿色，海洋类的话和黄昏类的都是蓝色，鸟类是粉色，爬虫类的话是这个紫色，昆虫类的话是红色每一只 Xe 的颜色都非常的鲜明。Xe 的职业呢，它们是有相生相克的关系的。克制方在打被克制方的时候会造成 15% 的额外伤害比如呢，你们看这张图昆虫、野兽和机甲类克制爬虫类、植物类和黄昏类，然后呢，黄昏类、爬虫类和植物类又克制鸟类、鱼类和黎明类，就这样3方互相循环的克制。那么克的打被克的会造成额外伤害，那么被克的打他的克星的话
那伤害会降低一些。而且呀，大家要记住一个关键点，就是我们挑选 Xe 的时候啊，尽量选它的技能和自己种族互相符合的，因为 Xe 只有打自己相符合种族的技能，它才会有专门的特殊加成。如果说打别的种族的技能的话，就没有更强的威力，但是打自己擅长的技能的话，就会有更强的威力。比如这一只啊，这只它明显看起来就是植物类的，我有2个植物系的技能，那么打出来这个技能就有加成，会更强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游戏当中呢有4个主要属性，第一呢就是你的健康，就是你的血量，在你被打死之前，你只要有血，你就不会死。然后呢，士气，这个士气呢很玄妙，类似于怒气之类的。这个士气越高的 Xe 啊，它的暴击率也就越高。一般来说呢，士气是攻击类的 Xe 需要的，并且呢，士气高的 Xe， 它在被打死的时候，就算没有血了，它还会进入春哥状态。这个春哥状态类似于大家应该玩过英雄联盟吧？英雄联盟的那个蛮王，最后你把他蛮王打死了以后，你再打他，他也死不了，3秒真男人啊！最后好像强化成了5秒真男人了。Xe 也是一样，你就算打死他了，他还会继续在场上站3个回合最多，4个回合，士气高的可以站4个回合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技能，紫色的这个属性啊，这个技能是决定你连击连击的威力，就是你一次性出很多张牌，出很多张牌的话，它的威力就会更高，速度就是 Xe 谁先出手决定谁先出手的。那么速度高的一方面的，它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，就是防御力和生命力会更低。所以呢，速度类的 Xe 一般都是用来输出的，单挑不是很厉害。那么这个就是 Xe 的最基本的一些知识。好了，当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以后，想必大家应该会对自己的组队有一定的了解或者是这个想法了，对吧？ Xe 它的组队啊，我给你们说，坦克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大家应该玩过魔兽世界吧，或者玩过那个英雄联盟，对不对？不管是打这个副本还是跟别人开团的时候，一般来说都是要坦先上。如果说坦先被干掉了，倒了以后，倒坦了以后，那剩下的这个辅助呀、输出呀，就是被砍瓜切菜嘛，很快都会灭团躺下，是不是？那么坦克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一般来说组队啊，就是3只 Xe，3对3的对战嘛。面具人我一般喜欢用2个坦克1个输出啊，2坦保1输出。当然了，你们也可以选择快攻流，还有下毒流，各种各样的流派，还有偷牌流都有啊。那在这里啊，面具人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如何选择一支好一点的坦克，合适的坦克啊。这个是 Xe 的市场。然后呢，坦克一般来说是选植物类或者是黄昏类啊。那么黄昏类和植物类的坦克，面具人我教你们怎么选啊。比如啊，咱们来看这只，这只虽说是很便宜啊，0.0525个以太坊，119美刀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能。它作为一个坦克啊，它的技能非常的莫名其妙，你们看好啊。直到下一轮才能被治愈，这个是给别人加一个低 buff， 让你的目标不能回血，那这算是攻击技能。然后加2点士气，应用于这个 Xe 2轮，那这也是攻击技能，增加它的暴击率嘛。然后瞄准最快的敌人，这也是攻击技能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萝卜炸弹，然后如果此 Xe 在回合开始进行攻击，则抽1张牌，那这还是攻击技能。那面具人我就想问一下观众朋友们啊，一个坦克它全都是攻击技能，而且还不是本系的啊，它本系的只有1个西瓜子弹，那你觉得它合格吗？
其实这个 X 当中呢每个种族的分类，它们的属性也是不一样的。你像植物类，它的血就多，然后野兽类、鸟类，它的就是攻击力高，但是血很低，就不耐打嘛。我们想要看一个比较强一点的 X 啊，来看这一只，相信你们就能看出来其中的区别了。这是我的一个坦克啊，来，南瓜加110个盾牌，如果此 X 的盾牌在本轮没有被破坏，则抽一张牌。严肃的植物叮咬，与另一张卡组合时，从对手身上窃取一点能量，这个算是一个骚扰技能。玩过英雄联盟的应该都知道，坦克是需要具备一定的骚扰能力的。然后嘞，这个是玫瑰花蕾，治疗这个 X 120的 HP， 也就是说它可以给自己加血。来，再看这个技能壁虎，本轮受到的伤害降低 15%。 看，它有3个本系技能，一个是开盾的，一个骚扰的，一个是回血的，还有一个降低伤害的。虽说不是本系技能，但是呢它这个特殊效果是不受种族加成的，也就是说它可以直接享受到 15% 的伤害减免。这个就跟魔兽里面战士开盾墙是一样的，战士的盾墙好像也只是减 20% 的伤害是吧？这个就能起到很大的保命效果。同样的，选好了坦克以后呢，我们再来看输出啊。输出我们看一下啊，选兽系。大家选 X 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谨慎啊！你不要光去贪便宜，便宜没有用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就算选到了便宜的，你的这个宠物太弱了，它打不赢别人，帮你赚不到钱，那你这个钱就等于浪费了。你在往外卖的时候，你也卖不了多少钱。虽说这个 X 呀，它买来都是可以往外卖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弱宠啊，它是不保值的。我们来看这个 X， 它作为一只兽系的输出啊，它的技能是什么？破坏对手的一个能量，这个攻击力还可以，80个攻击力，40点防御力，这个也可以作为兽系的一个骚扰技能吧。但是呢，这个气球就不行了，哈，40点攻击力。然后嘞，你说一个输出要治疗干嘛？对吧？这个 X 只有2个技能是合格的，对吧？来，面具人，我再给你们看什么叫做强的输出啊。我选一个吧，我的输出机甲类的吧。给大家看看这只吧，这只是我正在卖的一只非常强的 X， 看好了啊，与另外一张坚果饼干卡组合的时候造成 120% 的伤害，刚好呢它就有2张坚果饼干的卡，也就是说这个 X 独立就能完成一个 combo 啊，2张卡都能打 120% 的伤害。然后嘞，这个技能是一个零费技能，对这个 X 应用 attack 加，就是增加它的攻击力，这个相当于一个润滑剂的作用。它主要是为哪一张卡服务的啊？来看这张，与至少2张其他卡组合的时候保证暴击。那你们知道暴击是什么概念不？暴击会造成 2.5 倍的伤害啊，也就是说你看这张卡是75的攻击力，实际上暴击下来能打195的伤害啊。那么零费的卡有一个啥好处呢？就是你每回合只有2点能量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是用另外2张1费的卡去跟它，就没有办法进行暴击组合，因为你的能量不够。但是嘞，你零费的卡加随意一张1费的卡，与这张卡就能稳定的组合成暴击的必杀。那这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攻击类的 X。
大家在选宠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，要注意自己的 Xe 的搭配。那如果你选到弱的 Xe， 你赢不了别人的话，那你就赚取不到 SLP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建议大家在挑选宠物的时候啊，不要去贪便宜。先给大家看一下市面的输出宠大概都是多少钱吧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带暴击的猫应该是 0.09， 价位还可以啊，比我那一只便宜一点，但是呢，它的这只已经卖掉了，我就说嘛，我再看一下啊，已经卖掉了啊，这只是可以买的 0.0935， 这个就是标准的暴击猫，看61的士气已经是满值了，但是它的输出不是很高，你看它的输出技能是80、70，那跟这只就没法比了，跟我刚才给你们看的那只就没法比了。它也是有一个零费的保证连击的技能，像这个打连击你必须是要有零费的卡，你没有零费的卡你打不出来连击的，你的能量根本不够用。好了，最后再来给大家揭秘一下，相信刚才大家看了开头面具人的对战表演，可能会很好奇，你面具人用的宠物到底是什么样的技能，究竟有多强呢？嘿嘿，来，面具人给大家揭秘一下，我就拿我的这只 Red Trump 来说啊，这只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只有象牙印章和小恐龙、小乌龟、布谷鸟搭配的稀有的白色的爬虫类的特殊的唯独的一只，你们买不到的，在面具人的手里。它一个是非常的好看，二一个呢它也是非常的强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能组合啊，古帆象牙印章，如果此 Xe 的盾牌破裂则抽一张牌。玩过卡牌游戏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，手里面有卡对卡牌游戏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你没有卡的话，就意味着你什么都做不了。而且这张卡的攻击力和防御力都是80，这是一张超模卡啊。然后呢，小乌龟与至少2张卡组合的时候，对敌人可以施加眩晕，那这是一张连击卡。那么一说到连击卡的时候，大家应该就能想到我们需要什么？零费卡。零费卡你看面具人有布谷鸟，对这个 Xe 应用攻击加。再来看最后一张啊，在第4个回合后造成150%的伤害，也就是说这只 Xe 越到后期越强。那么你看它又有控制，又有防御，又有输出，还有连击，是不是非常的完美呢？好，最后呢再来给大家表演一下，面具人再打一局，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虐别人的啊。这些人呢都是面具人会员群里面的战友啊，他们肯定是打不过面具人的，也有几个是曾经差一点打赢我的。那我就开始天梯对战吧，再来一局，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是怎么赚 SLP 的。 Bad Smurf 对面是一个坦克，一个鱼类，一个暴击猫。暴击猫它能吸能量，那我就开局跟你莽了吧，来吧。哇哦，大家来猜一猜我这局是赢还是输？哇哦，好疼呀，我好怕呀。来吧，红萝卜扔你的脸，我的心里好荡漾。好疼呀。
我要补充点能量了。你看，一旦没有能量的话，你就会很尴尬了，你就会出不了技能。出不了技能就意味着你什么都不能做。我觉得我要把我的坦克交了吧，他的坦克已经被我打死了。交了吧，交了。不出技能，反正4个回合以后了。哦，我的坦克还死不了。哦，死了。我认为我可以再憋一个回合吗？直接秒了他的鱼吧。赢了，这是一个赢的局呀，赢不了了。布谷鸟吹一个攻击力加，神龙摆尾。哇，他第2个技能都吃不到就死了。哈哈，又落单了。坐等他1条2啊，坐等他1条2。一般来说，暴击猫是没有1条2的能力的啊。暴击猫是没有1条2的能力的。看我的盾牌就能达到200，这就是用这张卡。哇，他投降了 ，Victory， 赢了，嘿嘿。对面居然直接丧失斗志了啊！居然直接被虐的投降了。好，看一下这局给咱们能结算多少 SLP 啊？哇哦，9个 SLP，9个 SLP， 再加上刚才那一局9个，那面具人现在已经赚到了15块钱了。15块钱是什么概念啊？打2局就赚到了15块钱呀！好了。那如果各位啊有想要组建自己 X 战队的啊，有想要加入到这个赚钱的圈子里面来的朋友们，屏幕下方有我的邮件，可以给我发邮件联系啊。然后呢，也可以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群组，加入面具人的 X 战队群。最后呢，再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啊，买 X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新手小白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最好问一下面具人我，否则呢你自己选错宠物了，会对自己赚钱的效率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。好的，我们下期节目会讲到 X 另外一个赚钱的大板块，这块的学问可深着呢，因为牵扯到了基因和遗传的问题，我会进行详细的解说，帮助大家有更高的收益期待。OK， 点赞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遗失面具人的节目啦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